这雨呀还在不停地下着，我觉得我是离传统意义上的种菜越走越远了。为什么呢？咱们一边逛着雨中的菜园，一边来听我说道说道。现在这菜园里边最多的就是糯玉米了，我这一批是种了2种，一批是黄色的糯玉米，一批是紫黑色的。这些紫黑色的已经是被采摘的差不多快光了。这边是今年新种的一棵李子树，李子树的右手边还有一批糯玉米，在远处的那一批都已经干枯的，是更早种植的，早就收获掉了。我回头就等所有的这些糯玉米都成熟了，收获之后，等到它们的玉米杆也干了，就像右边现在这个样子，找一个好的天气，用割草机过上一遍，把这些玉米杆都给它推倒，然后打碎，这样的话就变成到土里边的肥料了。都说种豆子养地，种玉米需要消耗大量的肥力，确实是这样的。因为豆子的根部有固氮的作用，可以增加土地的肥力，而玉米呢要结玉米穗，就需要消耗大量的肥力。但是当我们把这些玉米杆剪碎，混合到地里的时候，经过秋天、冬天还有来年春天几个月的作用，还是能够回填给土地不少的肥力的。不过我还是会遵照土地轮作的原则，这批种玉米的地，明年春天开始种毛豆，种大批的毛豆在这里。这其实应该就算是我第一个和传统种菜还有以前的我的种菜的方式不一样的地方了吧？种大量的玉米和毛豆轮作，这些作物种起来都特别的省事儿，不需要精耕细作，不需要太多的管理，而且用途还特别的多。这样就能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花精力照顾我这些果树了，争取能早点实现食物森林的目标。这玉米地旁边的草丛里边还有大量的没摘回去的小冬瓜，看看散落的到处都是。这些冬瓜的藤蔓可能绝大部分都已经死掉了，本来想在下雨前给它摘掉拿回去的，也是因为没有时间就没来得及。后边1周都会下雨，只能等雨小了或者雨停了再过来摘了。这些小冬瓜长得还都是挺不错的，而且绝大多数都已经挂白霜了。这些挂白霜呢就可以放很久。这草丛里边还有，其实这边这一片是当时我们随手种了几棵冬瓜，还确实是最值得种的蔬菜之一，特别的好养活。这边的地上还有架子上还有更多的小冬瓜，其实说是小冬瓜，它个头也不小了，只是它的品种是小型冬瓜的品种。看着白白的，上面都挂满了白霜，这种和铁丝网稍微擦了一下，这些拿回去就要尽早的吃掉了，否则的话还是很容易烂的。在这一片种瓜，不管是冬瓜还是南瓜，每年都会有几率像现在这样，看看这颗冬瓜小的时候长到网里了，现在已经长大了，把网都已经撑开了，然后自身也是中间被夹了一个弧形出来。这边还有一个长在网格里边的，它旁边还有2个长得特别好的，那边还有几个挂在上面的，看看这些白霜，这种挂在上面的好多形状就特别的好。这旁边还有一些紫色的霉豆，这些都是野生出来的，每年都会长出好多来。那边远处还有一些，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收过好几批之后剩下的了。旁边的花椒树长满了花椒，也开始慢慢变红了，10月份开始就可以慢慢的给它收获下来了。这棵命运多舛的亚洲梨前几天又被鹿给连续啃了2次，现在两边的枝叶又全都光了，只剩下一根高高的杆子长在上边，这些是鹿够不着的。还是得想办法防鹿啊，否则的话这些树永远都长不起来了。这边这个动物趋避器是正对着那2颗亚洲梨的，我觉得现在可以下结论了，这种动物趋避器只要时间一长，过几周之后对鹿是一点作用没有了。这边的樱桃番茄基本上也进入最后的阶段了，收获到10月初应该就没有了。种樱桃番茄对我们来说最大的问题是经常没有时间及时的收获，所以好多都掉到地上了，浪费了，可惜了。其实我们每年都计划着少种一点，不过春天的时候一育苗就会育多了呢，就会想着反正有这么大的地，就先给它种下去吧，以后再说。然后就是现在的结果，成熟了好多，但是没有时间收获。这番茄旁边的这片大葱长得还不错，到秋天了都比较粗壮了。葱整体上来说还是好打理的，唯一麻烦的事就是种下去之后要给它除草，要除好几遍的草。因为这些葱叶子它益草的能力太弱了，如果你不除草的话，这片地往往就被草给占据了。这边这一片空地呢，我是在下雨前密植了一些香菜的种子，种了大量的黑麦，然后还种了混合种子的那种覆盖作物。种的这些作物呢，都是比较耐寒的，目的就是让这片裸露的土地能有作物覆盖着过冬，主要就是保护这片土地，增加肥力，顺便再能有点收获。到明年春天的时候再考虑怎么处理。旁边还有点小番茄，紧挨着就是这一片的秋葵。秋葵是可以持续很长时间的，一直可以到霜冻日，在我这地方
大概还有1个月的时间吧。看看现在还能开出比较漂亮的黄色花来，上面还有大量的秋葵不断的长出来。不过每年到深秋的时候，秋葵的品质就没有以前好了。秋葵呢，不光是能当蔬菜，做景观也是不错的。每次开大量黄花的时候，还是相当漂亮的。不过现在已经过季了，没有那么多花了。这一片的辣椒、甜椒、番茄还有茄子也基本上接近尾声了，还有1个月的时间，到霜冻日就该都收获掉了。现在长得最好的还是这些甜椒还有辣椒，实在是太高产了。如果没有霜冻日的话，它们还能坚持好久好久。这边还有一些黄色的小番茄，结的也是挺多挺漂亮的。不过番茄呢，每年到这个时候都会得疫病，因为离霜冻日也没多久了，所以也不值得再处理了。这疫病呢，基本上不会影响已经长出来的果实，所以果实还是能正常收获的。这边还有好多甜椒和辣椒已经开始变色了。辣椒今年我们种的不多，就种了几棵，不过也是有一些已经红了。前一阵子我们摘了一些红色的辣椒，用来做香菇韭花辣椒酱。现在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是越来越不能吃辣了，所以辣椒是每年种的都越来越少。这边这种细细长长的是那种2荆条辣椒，这边还有几颗这种黄黄的，是用来腌制的那种泡椒。秋天我们把最后那点压轴梨收获之后，院子里基本上没有什么水果了，就靠着这几颗无花果了。看看这无花果熟了，招了好多的蚂蚁来，这种必须得及时摘下来，否则都会被蚂蚁给吃光的。其实蚂蚁喜欢什么东西，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它甜不甜。招很多的蚂蚁，就说明它的甜味太重了。这边还有一些杭椒，这杭椒也有一些红的了。其实这片辣椒还有甜椒，当初我们遭遇大风的时候倒伏了，后来本来想着给它们扶起来，一直也没有时间弄。不过倒也没什么太大的影响，损失了一些产量而已，反正也是吃不完的。这边这个角落，每年这些紫梅豆都会自己长出来，从来没错过。所以说呢，即便是秋天我们错过了最佳的种植时间，菜园里边现有的这些菜，还有自己长出来的菜，还是足够我们吃的。这韭菜也是在下雨之前给割掉的，割掉之后重新施了肥，培了土，应该再过1、2周就可以再割一茬了。看看旁边没割过的样子，这些就是开满了韭菜花的。这边这一片开完韭菜花之后，这些种子已经快长老了，我们就留着它收获种子了，到时候可以收集起来种到大菜园里边去。韭菜我也打算把它当成我食物森林里边覆盖作物的一种，这样的话能覆盖地表，而且不用怎么打理。看着无花果掰开之后的样子，这颜值看起来还是相当的有食欲的。昨天又是下了一场暴风雨，这暴风雨到底有多大呢？看看这棵大柳树，这边整个的枝干都已经被吹倒了。这棵树还是挺粗壮的，昨天的风实在是太大了，加着暴雨，一下就给吹断了。把这么大的一个树的枝干都给它处理好、处理干净，可能又得花我1、2个小时的时间了。这菜园里边想不到的事情可真是太多了。看这一片向日葵，明显深秋的感觉了，沧桑萧条啊。只有当看到这种小紫花还有小黄花的时候，才能意识到种植季节还没结束呢。架子上的苦瓜现在也不多了，这几个算是长得比较不错的了，再往后长出来的形状就没这么好了。这一片的这些莴笋提早被我用无纺布保护起来了，主要是为了怕鸡给我啄掉。透过这些缝隙看上去，现在长得还是挺不错的。这旁边都没有注意到，还有一个长这么大的苦瓜。每年都会有很多这种瓜长在犄角旮旯的地方，一不小心就错过了，长老了，或者就忘掉了。藤架的侧面还有一些，旁边的这些紫苏也都开始慢慢的发黄了，开花了。这些薄荷呢，天气凉快之后，从枯掉的枝子上又长出这些小嫩叶了。不过霜冻日快到了，也持续不了多久了。快到傍晚了，虽然天空中还飘着这些毛毛雨，不过远处的太阳终于露出来了，天色也一下亮了不少。我们前些年种了好多年的香菜了，很多地方就让它自生自灭了。很多时候，好多地方一到春天或者是秋天，自己就会萌发出很多的香菜苗来。看看这一批就是秋天的时候自己萌发的香菜，长得非常的好。我的很多菜床里边也是撒上了很多耐寒的那种小青菜的苗，这里边呢是小萝卜的苗，这些今年种的都比较晚，到时候我会给它种上无纺布，防寒保暖。这边是新割掉之后才过了2天长出来的韭菜，应该是大概1到2周后就又可以收割了。这边这些小小的长得尖叶的是刚出苗没多久的茴香，旁边那边是芝麻菜，也是刚出苗没多久，远处还有一点豌豆。这边这一片密密麻麻的是密植的鸡毛菜，这些都是在小菜苗的时候就可以收获来吃的。看看这里边又开始有鹿蹄子了，鹿已经来到这地方了。
这些小青菜其实小的时候看起来叶子都差不多，这种圆叶的看起来很相似，尖叶的也是。看看旁边这个，刚才那边呢是茴香，但是这边呢是菠菜。小的时候真的是很难看出来呀。这里是种了一片4·9菜心儿，这应该就是油菜心儿的一种吧。旁边还有几棵红菜苔。这边菜床和菜床之间还有很多这种很漂亮的紫花，这些是藿香，非常的漂亮，上面还有好多的蜜蜂。这也是当初种了一棵，然后没管它，这2年就长得到处都是。其实我们在除草的时候已经拔掉好多了，剩下的还有这么多。我感觉这也可以作为我食物森林计划的一部分，把它作为一种药用蔬菜的选择。现在就是还不知道该怎么用藿香。这边这几棵是娃娃菜，按照现在的天气情况，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几率能包心儿的。不过我们也没打算让它包心儿，我们主要是用来掰菜叶子的。这边还有几排的红菜苔，中间这些密密麻麻的还是金毛菜。这些金毛菜会在红菜苔长起来的时候就收掉了。这个菜床春天的时候我们是用来种羽衣甘蓝的，后来没管它结了种子，到秋天之后就发出了好多的这种小苗。这些小苗等它再长一长，我们就把它掐叶子用来拌沙拉了。它旁边的架子上爬的是豆角，豆角几乎也是进入到最后的时刻了，上面还挂了好多的豆角，不过叶子已经被虫子吃得不像样子了。这边还有不少这种都已经干掉都没来得及摘的豇豆。有时候就那么随手一种，这儿种点东西，那儿种点东西，最后就好多好多，连摘的时间都没有。这边的这一片种的是黄色的糯玉米，这种黄色糯玉米还是非常好吃的，比紫色的好吃多了。所以这边摘的也比较快，现在已经没剩多少了，几乎就没有了。这儿还有一大片是芦笋，这些芦笋都是春天的时候冒出来的时候可以剪下来吃，现在秋天了，都已经长出来，长干枯了。看看这种小红色的豆子还挺好看的，这都是芦笋长出来的种子。这些种子被鸟吃了之后，给带到各个地方，然后就会从这些地方发出小的芦笋苗来。我们每年都会在院子里看到好多好多那种芦笋苗发出来。现在来到大菜园的位置了，一进门的地方种的是糯玉米，有一半是黄色糯玉米，另外一半是紫色的糯玉米。看看昨天的暴风雨，给吹歪了好大一部分呀。这些玉米是今年的最后一批了，再要想吃到糯玉米，只能等到明年的6、7月份了。这边呢，我前一阵子还抽空种了一棵樱桃树。我本来是明年春天定了那种裸根的树苗，打算在这儿种一排的，有樱桃、有杏李、有桃树、有亚洲梨什么的。但是前一阵子我去苗圃看到有比较好的这种樱桃，就忍不住，然后就买回一棵。这样的话也好，能够早点吃上樱桃，因为毕竟这种树苗稍微大一些嘛，比裸根的至少要能早1年多。不过樱桃树我在这地方是不太好种的，我也咨询了苗圃，他们说他们也不太好处理那些樱桃树，太容易得病了。看看这些叶子上都是买回来就带的这种炭疽病，我其实已经喷了硫了，等过一阵子雨停了之后，找晴朗的天气我再给它喷一些硫。这太阳啊就出来了几分钟，然后又回去了，接着雨又下大了。现在雨下的是越来越大了，不能再往里边走了，太泥泞了。这一排我们是种了白菜呀、娃娃菜呀、莴笋之类的，这些还是小菜苗，也是在雨前种的。因为最近老是加班嘛，几个礼拜，丽丽那边也没有多少时间，所以种的菜苗就种晚了。按常规来说，这会儿像白菜呀，我们应该都开始包心儿了。但是没时间呀，实在没时间，也没有办法，只能是将就着现在种下去，回头上无纺布给它盖住了。这样虽然还不能怎么包心儿，但是吃这些小青菜是没有问题的。这些小青菜呢，种的稍微晚一点，虽然是不能包心儿了，但是也不是没有好处。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虫害了。所以等到1个月到2个月的时候，收获这些小白菜呀、菜叶子的时候，那真的是纯粹的有机蔬菜了。甚至是连苦楝油、BT 这些有机的防虫措施都不需要做了。这边葡萄架右边远处的地方也是种了一些小青菜，都是这种耐寒的品种，到时候无纺布一撑起来，就都可以很好的生长了。这边表面黑黑的是混合了堆肥土的地方，这也是在雨前我们抓紧一切时间给撒的这些小青菜的种子，还有水萝卜的种子，在这种秋雨雨水的浇灌下，应该很快就能够发芽了。这一大片呢，因为明年春天要种树嘛，所以就没有种菜，但是也不想让这些地荒着裸露着，所以就种了覆盖作物。
这里边呢有一半我是种了冬豌豆，如果都长出来的话，那就是一大片的冬豌豆啊。这些冬豌豆冬天可以过冬的，然后到明年春天也可以有一些收获。挨着玉米比较近的这一边，我种的就是纯粹的覆盖作物了。种覆盖作物就不想着有什么收获了，虽然也有可能能有点收获，我就等着明年春天的时候，随时给它割掉，然后把这块地腾出来种树了。那些覆盖作物最大的用途呢，就像它的名字一样，覆盖住裸露的土地，防杂草。明年春天的时候一割，也能变成很好的绿肥。这覆盖作物呢，我主要是有冬小麦、有小麦、有羽衣甘蓝、有萝卜，也有冬豌豆，还有好几种其他的蔬菜种子混合在一起的。这些覆盖作物和冬豌豆呢，都是比较耐寒的。看这2天前种下的冬豌豆，经过这2天的雨水滋润，都已经开始发芽了。这些覆盖作物呢，我种的都是比较粗放的，就是用以前的那种撒冬小麦或者是撒硅藻土的那种手持撒播器，给它均匀的撒到土里边，然后是用耙子给它搂一搂，所以会有一部分在土里边，一部分就是在土的表面了。这样做呢，可能会损失和浪费一部分种子，但是整体种植的时间和花费的精力就要小多了，非常的容易。这种种法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划算的，也比较适合我，因为像前一阵子老是加班，连秋菜都耽搁种植了，根本没时间种这些覆盖作物啊、冬豌豆之类的，而且是这么大的面积。如果是那种精耕细作型的，一粒一粒的播种种子，那要花好长的时间。这样的话，我基本上就是一个晚上把这一片还有另外的那一大片就全都种好了。前面提到的这大菜园外边种的冬小麦，还有覆盖作物和香菜的地方，也是同一个晚上种出来的。看这些小青菜在这秋雨的滋润下，2天就缓过苗来了，后边的生长速度会很快的。像我这些冬瓜呀、白菜呀、羽衣甘蓝呀，还有播下去的水萝卜啊、鸡毛菜，各种各样的小青菜，应该足够支撑我们青菜到11月份了，甚至是到12月份都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棚嘛，虽然另一个棚被风吹垮了，还是有一个棚的。但是今年应该不会像往年那样有大量的蔬菜了，冬天很有可能不太够吃了。今年肯定是没有冬储大白菜了，因为往年这个时候白菜都已经开始剥芯了，等到霜冻之后呢，那白菜剥芯已经剥得特别瓷实了，都可以收获了，就可以储藏起来了。现在这批白菜肯定是达不到那种剥芯的程度了，所以今年呢，很有可能在12月份底还有1月份、2月份就要破天荒的去超市买菜了。感觉现在的蔬菜是有可能供给不到那个时候的。最近呀，吃的最多的就是糯玉米了，每天都当主食来吃，黄色的、紫色的。现在最后一批还有这么多，看着长得还是挺不错的，真的是卡着时间呀，再冷一点可能就没有收获了。这边小枣树呢还结了2个枣，能让我们稍微的尝尝味道了。春天种的这一批枣树呢，整体的缓苗还不错。按这种趋势的话，明年秋天应该就有一定的收获了，到后年应该就有一定的产量了，还是挺期待的。